你以为你在沟通，其实你在暴露立场。很多时候，对方根本不是在听你说什么，而是在判断一件事，你站哪一边。所以你越想讲清楚，关系反而越紧张。如果你听到这句话有点不舒服，那说明我可能说对了。你一直以为自己在被理解的问题里挣扎，但现实可能完全相反。你真正想要的，从来不是理解，而是被认同，是被站在同一边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在表达自己，你是在确认一件事，对方到底站不站你这边。你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现象，你每一次开口，看起来是在讨论问题，但你真正关注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对方的态度。如果你刚刚有一点被说中的感觉，可以在评论区打个1。接下来这个场景，你一定经历过，你只是想把一件事讲清楚，你已经很克制了，语气也很平稳，甚至提前想好了怎么说，但你刚开口，对方的第一反应是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对？那一刻，其实已经结束了，因为这段对话从内容交流变成了立场防御。你后面再怎么解释，对方都不会再听逻辑，他只会做一件事，保护自己。你越认真，他越紧张；你越想说清楚，他越想结束。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沟通能力的问题，但其实不是，这是系统在起作用。再往下看一层，你会发现一个更现实的点，很多人不是听不懂你，是他们不想进入需要改变的状态，因为一旦听懂，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，要不要改变。而改变这件事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比对错本身更难接受。所以人和人的关系其实是一步一步变冷的，一开始弱化你，后来不接你，再后来反驳你，最后直接结束关系。不是因为你讲错了，而是你动到了他原本的安全区。如果你见过这种情况，打个2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没意识到的底层逻辑，人不是根据对错做选择，人是根据安不安全做决定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它解释了很多现实。为什么很多人明知道某件事是对的，却还是不会去做？为什么很多机会摆在面前，却被主动放弃？不是因为不懂，而是因为不确定。而不确定在大脑里会被直接翻译成风险，而大脑不会区分真实风险还是心理不确定，它只会做一件事，优先保护熟悉的状态。所以你会看到一种很常见的行为，人宁愿待在一个熟悉但不太好的状态里，也不愿意进入一个未知但更好的状态。这不是懒，这是系统在优先保护安全感。那我们把这个逻辑放回被理解这件事上，你会看得更清楚。你以为对方不理解你，但很多时候真实情况是他理解了，但他不接受，因为一旦接受，他就必须动，而动意味着不确定、压力，甚至自我否定。所以他选择的不是理解你，而是维持原来的自己。但现在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，你真的只是那个被误解的人吗？还是说你在别的场景里也在做同样的事情？比如别人给你建议时，你第一反应是抗拒；别人指出问题时，你更在意语气而不是内容；别人表达不同观点时，你会本能防御。如果你在这些地方有一点点犹豫，那说明你已经开始看到一个更深的东西了。这不是沟通问题，这是系统问题。当你开始用系统去看人，你会发现有的人更关注的是稳不稳，会不会出问题；有的人更关注的是感受，有没有被尊重；也有的人更关注的是有没有更大的可能事情能不能被放大。但真正关键的地方在这里，你不是固定在某一种状态里，你是在不同场景里不断切换。你可能在工作里很理性，但在关系里变得敏感；你可能在目标上很清晰，但一遇到压力就开始退缩。这不是矛盾，这是系统在根据环境切换。你会慢慢发现一个规律，人不是不想成长，只是当成长意味着不确定时，他们会优先选择安全感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讲逻辑，对方感受到的是压力；你讲未来，对方感受到的是风险；你讲结构，对方感受到的是不确定。你以为你在帮他看清现实，但他在努力让自己别被打乱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你讲的够不够清楚，而是你有没有进入对方的系统。
如果把这一切压缩到最核心，其实只剩3件事：先看清对方在意的到底是什么，再调整你用什么方式去表达，最后判断这段对话值不值得继续。不是所有误解都值得你去解释，有些关系本来就不需要你去证明自己。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更会表达，而是更会选择什么时候说，对谁说，值不值得说。当你走到这一步，你会发现一个变化，你不再执着于被理解，你开始在意看懂人。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更接近哪一种状态？ A 更在意安全， B 更在意感受， C 更在意成长。打在评论区，我们看看真实比例。下一期我们讲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为什么你越想解释，关系反而越紧张？这不是沟通问题，而是关系背后的运行逻辑问题。我们会从更底层拆开来看关系背后的系统博弈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点触动，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种认知方式。订阅觉醒思维，我们继续拆更底层的人性逻辑。转发给那个总是解释却总被误解的人。我们下期见。